这段故事发生在一栋老旧的公寓里，是一个普通上班族的我，因为这栋公寓，从此生活变得不再平静。这栋楼历史悠久，位于城市边缘的公寓与繁华的市中心有一段距离。虽然距离上班地点有些远，但是因为租金便宜的缘故，所以我选择了这栋公寓。然而，这份便宜的代价成为了我难以逃脱的恐怖经历。搬进来的第一天，一切看似正常，遇到的邻居们也都很友善，除了4楼那个奇怪的老婆婆。第一次碰到她时，她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我看，好像我欠她钱似的。我心想，可能是因为第一次看到我觉得很陌生，所以才会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。于是我礼貌地跟她打了声招呼，老婆婆你好，我叫小陈，是刚搬进来的住户。当我准备继续说下去时，她却自顾自地走了，害我尴尬了一下，只好继续搬东西。这栋公寓的设计很简单，楼梯间位于建筑中央，每层楼左右边各有3户屋子。我住在5楼右边最后的一间，那层楼好像只有我一个住户。每晚要上下楼梯间时，照明的电灯总是忽明忽暗，一闪一闪的，特别是深夜无人的夜晚，灯光昏暗的几乎看不清阶梯的轮廓。那狭窄昏暗的楼梯间总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，好像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会突然冲出来。可能是恐怖片看多了吧，总是会自己吓自己。我试图告诉自己，是我自己想太多了，这不过就是电灯坏了，让我产生了错觉而已，哪来那么多鬼啊？这时背后传来了其他的声响，我放慢了脚步，仔细细听，那声音是很沉重的脚步声，像是有人穿着厚重的靴子，一步一步缓慢地向上走来。我转头看了过去，却什么也没有，但那脚步声依旧持续着，离我越来越近。这时我的心脏狂跳不止，我害怕地加快了脚步，只想快点回到我租的屋子。当我终于站在5楼门口时，那沉重的脚步声却突然停止了。我鼓起勇气，再次转过身看了过去，但是一样什么也没看到，眼前只有空荡荡昏暗的楼梯间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安慰自己，你看吧，后面哪有什么人跟着，那脚步声或许只是楼下的邻居刚好经过而已。真是白痴啊，自己吓自己干嘛？虽然我试图找了个借口安慰自己，但是心中的那份恐惧感却在心里扎了根，根本挥之不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那奇怪的脚步声变得越发频繁，特别是在无人的夜晚。这诡异的氛围使我开始变得有点神经质，每次上下楼都会变得小心翼翼，还会时不时的回头查看身后方有没有人在跟着。虽然很想避免在夜晚回去，但是太多工作要做，不加班的话根本就做不完。下班也都已经是夜晚了，工作实在太累，只想回家洗个舒服的热水澡，躺在舒适的被窝里呼呼大睡。所以不管再怎么害怕，我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回到公寓。白天是沉重和繁多的工作，晚上又要面对无形的精神压力，搞得我身心俱疲，已经快到达了要崩溃的临界点。那晚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，又再次听到了那诡异的脚步声。这时的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我愤怒地回头并大骂着，我草泥马的，到底是谁在那里装神弄鬼？躲起来干嘛？有种就给我滚出来！忽然楼梯间的灯光闪了几下，我的眼前瞬间变成了一片漆黑。我打开了手机的灯光，想看清楚四周，并大喊着，哪里来的屁孩，快给我滚出来！这时我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离我不远的楼梯转角处，那人影脸部隐藏在阴影之中，看不太清楚长相。他伸出一只手，手指指向着我，然后发出来了既诡异又恐怖的笑声。这恐怖的一幕瞬间把我内心的恐惧给拉了出来，我惊吓的大叫了起来，
并连滚带爬的迅速跑回了公寓的住处。我慌张地把门锁上，气喘吁吁地靠在门边，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。第二天，我决定找公寓管理员聊一下，看看是否能换个单位，或是寻求一些解释。管理员是一个老伯伯，他满是疑惑的脸，看起来像是不太相信我所说的话。他说这栋楼已经很老了，可能是建筑结构所发出来的声音，或者是邻居的脚步声传来的回音。至于我所看到的人影，或许只是某些虫子被灯光反射出来的影子而已。尽管如此，我的恐惧并未减少，我要求换一个单位。伯伯说因为没有空房了，所以只能继续居住在我原本的单位，楼梯间的灯他会请人来更换，叫我不用担心。几天后的一个夜晚，我正在看电视，忽然听到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，这种声音在深夜里显得格外诡异。我屏住呼吸，慢慢走到门口，从猫眼往外看，门外空无一人，但敲门声却依然持续着。我喊道：是谁啊？吃饱没事干嘛？躲起来敲门干嘛？并不耐烦地打开了门，走了出去。外面依然什么都没有。当我转身要回房间，心里疑惑着是谁那么无聊时，脚下的地板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我捡起照片，上面是一个穿着老式服装的女人，站在这栋楼某层的走廊上，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眼神空洞，像是在凝视着远处的某个地方。看着这张照片，让我想起了4楼的那位老婆婆，于是我决定明天去找她问看看，是否是她遗漏掉的，顺便查看一下关于这几天我所碰到的这些诡异事件，看看能否从中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隔天，我拿着照片来到了4楼，当我准备敲响她的门时，她提前开了门，似乎早已预料到我会来。她邀请我进屋，我跟她表明来意之后，她看了看那张泛黄的照片，并开始讲述了这栋楼的历史。她告诉我，多年前这栋楼发生过一起可怕的火灾，很多居民在火灾中丧生。她指着那张照片说，那个女人是以前5楼的租客，也是在火灾中逝去的其中一人，她就是在楼梯间被火活活烧死的。去世后，她的灵魂不愿离去，楼梯上的那些脚步声就是那位小姐的灵魂所徘徊的痕迹。她警告我，千万不要在楼梯间逗留太久。我心中不禁一阵寒意，这些天的恐惧似乎有了合理的解释，但也更加深了我的不安。自那次谈话后，我尽量避免夜晚外出，更加谨慎的上下楼。然而，那脚步声似乎变得更加频繁，而且每次经过楼梯间，我都能感觉到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盯着我看。一天晚上，我实在是忍不住内心的好奇，我决定再去找那位老婆婆问个究竟。当我敲开她的门时，她的脸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阴沉。她告诉我，其实那天的谈话并未说完。这栋楼之所以会发生火灾，其实是人为的。据传，放火的凶手就是那位小姐的男朋友。那个男的怀疑那位小姐有外遇，一气之下放把火想要吓唬她，谁知道火势不受控制，才造成了这无法挽回的悲剧。这栋楼枉死的冤魂累积成的怨恨太深了，尤其是5楼。你没发觉5楼只有你一户吗？那是因为很多人都跟你一样，发生类似的事情都被吓跑了。你居住的那个单位刚好就是那位小姐生前的住所。老婆婆建议我赶快搬离这里，否则可能会有危险。我惊恐地问她会有什么危险，她没回答，只是要我听她的指示，赶快搬离那里，越快越好。那晚，我决定听从她的建议，开始准备搬家。然而，就在我整理行李时，楼梯间传来了一阵剧烈的撞击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猛烈撞击墙壁。我心跳加速着，打开门想要去查看是什么情况。当我走到楼梯间时，那个模糊的身影再次出现了，这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。他的面容狰狞，眼神充满了怨恨，他向我伸出手，似乎想要抓住我。我喘着气，惊恐地后退着，但是
她的手却越来越近。就在这时，老婆婆出现了，她手中拿着一串念珠，口中念念有词。那个鬼影似乎被震慑住了，一声凄厉的惨叫之声后，那女鬼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那楼梯间的阴影之中。最终，我连夜搬离了那栋恐怖的公寓，而这段恐怖的经历也成为了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噩梦。即使多年后，每当我一个人在走楼梯时，都会想起那双恐怖充满怨恨的眼睛和那沉重的脚步声。当然，这起经历也成为了我告诉朋友们的恐怖故事。每次讲述时，我都会不由得毛骨悚然。